先生，请您冷静一下。您说您穿越到了秦朝，旁边还有人，您能让旁边那位秦朝的朋友说句话吗？朕乃秦始皇。你们笑什么？我说的真的。先生，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无论多好笑，我们都不会笑，除非忍不住。您这个剧本编得挺用心的，难道你要让我现在给你转200，然后封我大将军？等等，别挂电话，陛下，别杀我，我是未来人，我有办法证明自己。只要您现在在这大殿的柱子上刻下“大秦万年”4个字，只要刻下去，未来就会改变，我就能证明。妖言惑众。头儿，不对劲，技术科刚才尝试定位没找到，这个信号源不在基站覆盖围内，甚至不在卫星监测范围内，它是凭空出现的。紧急插播一条新闻，就在刚刚，西安秦始皇陵1号坑珠子上突然出现了崭新的刻痕，碳14检测确认是2000年前所刻，刻的内容是“大秦万年”。张凡同志，别挂电话，千万别挂，我是市局刑侦队队长，我已经上报市局，你先稳住秦始皇。如果嬴政的黑龙旗插在了欧洲的城堡上，全世界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率，那现在的华夏版图会不会直接覆盖全球？张凡同志，请放心，国家永远站在你的身后。请转告那位始皇帝陛下，不要杀你，因为你手中的这个电话是你，也是大秦通往永恒王业的唯一钥匙。现在，请打开免提，我们要和始皇帝谈一笔跨越2000年的合作。那个，陛下，好了。你说你们是来自2000年后，朕凭什么信你们？仅凭着隔空传音的妖术，6国余孽中懂些奇门遁甲之术的术士也不在少数。更何况这数字说只要刻几个字，未来就能改变。朕刻了，他又如何证明未来变了？若是此时朕一剑杀了他，你们所谓的未来，难道还能来向朕索命不成？首长，救命啊！始皇帝，我们不需要向您索命，也无意冒犯大秦的威严。我们之所以能对话，是因为血脉相连。在2000年后的这片土地上，我们依然说着中国话，依然书写着方块字，依然尊你为祖龙。张凡，在，首长我在。现在是大秦哪一年？或者说，秦王政20几年？今乃始皇32年。始皇32年，公元前215年，时间线确定了。这个时候，郡县制早已推行，长城正在大修。始皇帝如果是始皇32年，那么此刻大将军蒙恬正率领30万大军于九原之外与匈奴对峙。我们可以告诉您，此战必胜。蒙恬将为您一举收复整个河图之地，并在此设立34县，将匈奴赶出漠南。战后，您将下令修筑一条从九原直通咸阳甘泉宫的直道，以利军报与驰援。朕姑且信你。既然尔等来自2000年后，那便告诉朕，朕的大秦教境传了多少世，是否真的万世永昌？始皇帝，在原本的历史中，大秦2世而亡，享国15年。胡言乱语！朕横扫6国，北击匈奴，创万世之基业，怎么可能2世而亡？你们在戏弄朕！可这是真的。正是因为2世而亡，我们才要跨越2000年时空，将这一切告诉您。我们不甘心，华夏不甘心，我们这次连线就是为了帮您，帮华夏逆天改命。我们有世界地图，有亩产1000斤的粮食种子，有炼钢术，有火药配方。只要您肯合作，别说万世，我们助您的大秦把那黑龙旗插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让太阳照耀之地皆为秦土。此言当真？君无戏言。好，朕便与你们做这笔生意。说吧，第一步要朕做什么？第一步，请始皇帝立刻下令，以蛊惑军心、勾连方式、图谋不轨之罪，诛杀中车府令赵高。诛杀中车府令赵高，全都退下。慢着，李斯留下，你也留下，其余人等退出殿外300步。没有朕的命令，谁敢靠近大殿，斩夷3族。好了，现在这大殿里只有朕的心腹重臣和你这个传话的。赵高是朕的中车府令，懂法律，做事勤快，字也写得好，是个能干的臣子。你们说要帮朕，为什么第一件事就是要杀朕身边的人？给朕一个理由。如果理由不够，朕就当你们是来挑拨离间的。理由，始皇帝，您留下李斯是对的。那么我们便说第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关乎您心心念念的长生。我们能明确的告诉您，那些方士线上的所谓不死药全是假的，而赵高正是这些年来为您引荐方师、鼓吹丹药最卖力的人。哼，一派胡言！方士之言，朕自有分辨。仅凭此言就想杀朕的重臣，我们不需要您相信，我们只提供验证的方法。您只需找一只兔子，将那不死药喂给它，5出3日，您便可知其是仙丹还是毒药。欺君妄上确实该杀，但这还不够，朕要的
是足以让他立刻死且无人敢议论的理由。好，始皇帝，请您听好，因为在原来的历史上，5年之后，您在第5次东巡的路上驾崩于沙丘平台。就在您驾崩之后，赵高联合现在跪在你脚下的李斯，矫诏篡改了您的遗诏。不是我没有，陛下，冤枉啊！臣对您忠心耿耿，绝对不敢啊！继续说，他们伪造圣旨，逼死了您的长子扶苏，害死了大将军蒙恬，然后扶您的小儿子胡亥上位，就是秦二世。之后，赵高一人独揽大权，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鹿为马，清除异己。您的其他儿女尽数被其用酷刑所杀，您的子嗣血脉几乎被他屠戮殆尽。您的大秦基业就是毁在这个阉人手上。李斯，臣罪该万死，臣绝对不敢。好一个赵高，好一个沙丘之变！李斯，臣在。未来的事，朕不追究。想活命就给朕做事。朕给你半个时辰，带上黑冰台的人，立刻去包围中车府，把赵高那个阉人给朕抓过来。朕要亲自审他。报告首长，我还活着，陛下在等消息。好，手机还有什么功能？仔细看看。首长，我发现一个小鸟 APP， 里面有发送和接收2个按钮，这是什么？张凡，你试试能不能送个东西过来，找个小的能代表秦朝的东西。陛下，能用一下那个杯子吗？神迹，隔空取物，不，这是凭空传送。大秦的未来真的有救了。报告首长，杯子不见了，传送过去了，但是手线一下子掉了20%，现在只剩80%了。天啊，是真的！这饕餮纹，这范铸法的痕迹，这绝对是秦朝王公贵族用的东西，1级国宝。不，这是活的国宝，真的可以传送东西，这是跨时空的物质交换。张凡同志，我们收到了，收到9诀了，别再乱点发送和接收，电量很可能就是传送的关键，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手机，记住，你背后是整个国家。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好同志，我们不会忘记你，有紧急情况用专线联系，电量节省着用。立刻启动最高级别响应预案，所有相关人员签署最高保密协议，快！经最高层批准，现宣布以下决定：第一，将时空东刀事件及张凡与始皇帝的对话列为最高级别机密，任何信息敢泄露一字者，按叛国罪论处。第二，整合所有相关资源，成立特别行动小组，经费无上限，所有部门必须无条件配合。第三，此次行动代号炎黄，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和资源，全力帮助张凡扶持嬴政，将大秦帝国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永恒王朝，让华夏文明屹立于世界之巅。朱老，这9诀到底是什么来历？朱老来了，你怎么报告出来了？9诀的传送不是空间位移，是凭空的粒子重组，是在空气中由最基本的粒子是瞬间凝聚而成的，这完全违背了已知的所有物理定律。赵高，陛下，臣在。朕待你不薄，你为何会有不臣之心？不臣之心，我对扶苏的不满，对胡亥的押宝，从未对任何人说过。陛下怎么会知道？他能看透人心。冤枉啊，陛下，天大的冤枉！臣对大秦忠心耿耿，是谁在诬陷臣？请陛下一查到底。够了，还在演！朕说你有，你就有。来人，拖出去斩了！诺，陛下，无故诛杀大臣，史书会如何记载？难道您真的要做一个暴君吗？放肆！朕一统天下，朕就是法，朕就是天。杀一个包藏祸心的奴才，朕为何不能？陛下三思，不可轻开杀戮，以防背上残暴之名啊！杀赵高易如反掌，但朕绝不能再留给后世把柄。朕要他死得天下皆知，死得万劫不复。好，既然你们求情，朕给他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押入大牢。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李斯，带上黑冰台去抄了赵高的家，1寸土地1寸地的给朕搜。朕倒要看看藏了多少秘密。诺，陛下，陛下！我去，手机电量居然还能超过100%！你觉得朕是个暴君吗？陛下，这是后世对您的评价。史书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儒生无不切齿。为修长城与皇陵，征100万米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他严刑峻法，一人犯错，全家连责，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可谓是千古第一暴君。暴君？朕焚书坑儒是为了杜绝妖言，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匈奴，严刑规法是为了稳固天下。朕背负骂名，全是为了这万民。后世竟如此瞎眼，这剧本不对啊！标题党，你死定了，死定了啊！但是
若无始皇，何来华夏？他结束了500年的战乱，让天下重归一统。他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这才有了我们统一的民族。他废分封，行郡县，奠定了华夏2000年的政治格局。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才有了我们如今辽阔的疆土。其功盖三皇，功过相比，他无愧于千古一帝之名。千古一帝，好，后世懂朕，朕这一生值了。我活下来了。完了，大数据推荐，这是何物？伤风败俗，简直伤风败俗！你这庶子小年纪不学好，竟看此等污秽之物！陛下息怒，这不怪我啊，我少年人气血旺盛，平日里看看这些没什么错吧？你还敢狡辩？顽劣不堪，无药可救！啊！喂，张凡同志，在通话开始前，我先向你传达一项来自最高层的指令。上级指示，从现在开始，你在大秦的一切行动拥有最高优先级。你的任何要求，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将无条件满足。整个国家的资源将为你调动。首长，我明白了。好，同志，现在报告你的情况。报告首长，我暂时安全。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陛下把赵高关进大牢，改变了沙丘之变的历史。手机电量从80%涨到了110%，改变历史可以充电，改变历史可以补充能源，这意味着能源是可再生的。赵高入狱，沙丘之变根源被动到了，完全符合逻辑。张凡同志，首要任务是保护你的绝对安全，你先把免皮关了。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也为了测试接收功能，等私下时，我们会给你传送一把92式手枪，这是你保命的底牌。92式手枪，好，首长，那赵高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如果能想办法直接杀了他，电量肯定会增加更多，但没有证据，不好杀他。立刻启动最高级别会议，给我马上制定出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目标，让嬴政如何合理的杀了赵高。张凡同志，智囊团已经为你制定了3条必杀之策。第1条，伪造盟书，由华夏顶级的笔记分析专家炮制赵高与救齐国贵族田氏密谋的血书盟约，内容为趁始皇东巡，与博朗海行刺。第2条，构陷毒杀，诱捕方士徐福，坐实赵高意图在不死药中掺入慢性毒药，掌控圣居。第3条，政治诛心，抄家后以贪污之名坐实，彻底毁其根基。这等权谋心术，字字诛心，步步死棋，后世之人的手段竟恐怖如斯。先生，不必如此麻烦，第1条就足以置其死地。来人，将赵高近期所有呈阅的奏折取来。快，无损检测，确认年代，材质分析。秦朝珍品，活生生的秦朝珍品。A 组立刻出发，去京城大学把萧怀玉教授请过来，记住，最高级别保密。我们看秦代小篆，上紧下松，笔画匀圆。萧怀宇教授吗？安全总局有紧急任务。萧老，时间紧急，我们需要你在1小时内完美复刻这个人的笔记。这怎么可能？这是秦代中车府令赵高的真迹。张凡同志，伪造好了，由萧老亲笔结合最高科技，完美复刻。现在，请尝试打开接收功能。太好了！报告，目标消失，高能粒子探测器有瞬间变动，峰值远超上次，但无法捕捉轨迹。空间曲率检测无异常，引力波检测无异常，他就这么不见了。陛下，这字迹一模一样，天衣无缝。我去，首长不好了，出问题了！我的手机电量只剩下50%了，接收功能消耗的电量太大了。首长，刚才的粒子波动峰值是发送时的数倍，初步推断，将物质从21世纪传到秦朝，消耗的能量远大于从秦朝传送过来。张凡同志，听我命令，小鸟 App 是我们的核心底牌，
在电量没有完全富余之前，严格控制使用。我们谁也不知道，电量一旦耗尽，你会不会被困在那里，或者发生更可怕的事情。收到，首长。我去，抢电啊！首长，不好了，出大事了！免费通话时间结束了，再打电话就要扣电量了，40分钟就得把手机干没电。张凡同志，切断所有非必要的通话，利用蒙书先除掉赵高，保护好自己，等待时机。收到，首长。慢性剧毒，万一这不死药真的有问题呢？来人，去抓几只兔子来。传朕旨意，将徐福以及宫中所有炼丹方士全部给朕拿下，打入廷尉大牢。首长，涨了100%，现在有150%了。始皇帝把徐福抓了。老张凡，你现在身处皇宫，危机四伏，必须有自保之力。打开小鸟 App， 准备接收。首长，枪收到了，但是电量掉了整整100%，这把枪比盟约还耗电啊！张凡，有2种可能：第一，传送耗能递增；第二，耗能与物品的质量、复杂程度和技术力有关。92式手枪的精密程度远超竹简，就地取材，找块小石子发送过来验证。报告首长，传送小石子只消耗了5%的电量。看来第二种猜测是对的，传送规则摸通了。好了，张凡同志，节省电量，挂断电话。有了这玩意儿，我看谁还敢看我脑针里。社会精英，老子拼了命送外卖，还不是为了我妹的学费和下岗的爸妈？我何错之有？老子现在身在秦朝皇宫，刚跟千古一帝谈完天下大事，手里握着能改变历史的神器，你们居然还在为一个学分对我阴阳怪刺！张凡，你以为你很幽默吗？你乱了堂课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毕不了业，你连送外卖都没人要。爱信不信，我懒得解释。啊！陛下救我！荒谬，太荒谬了！我他妈在跟秦始皇掰扯天下大事，你让我回去写2万字检讨，我也想回去啊，我怎么回？公子醒醒！先生，快些吧，再晚赶不上早朝。陛下特意嘱咐，今日早朝，先生必须到场。早朝？这才几点啊就上朝？秦朝公务员比996还恐怖，这是007啊！这庶子竟敢在朕的朝堂上打瞌睡，罢了，念在昨日的神迹，朕且饶你一次。今日早朝只有一件事，带罪臣赵高上殿。不是审罪吗？怎么看着倒像是来接受封赏的？臣赵高参见陛下。陛下，臣听闻宫中来了个仙人，能知过去未来，还能隔空取物。臣斗胆敢问，今日将臣叫上殿来，是否就是因为此人？此人来路不明，满嘴鬼话，分明就是6国余孽派来的奸细，是来动摇我大秦国本的。他今日能诬陷臣，明日就能构陷李斯丞相，后日就能离间您与诸位公子，此等妖人，其心可诛啊！我靠，这老狐狸是有备而来啊！一上来就要把我往死里整。这么说，你勾结徐福，献上毒药，也是此人诬陷你的了。来人，把徐福和兔子都带上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试药。陛下，您要用这扁毛畜生来试仙丹？这仙丹乃是集天地灵气为真龙天子所炼，其药力之刚莽，岂是区区畜生能够承受？人有人道，兽有兽道，用兽试人药，划天下之大品。臣断言，此丹药未下，兔子必死无疑。但这恰恰证明此药药力非凡，乃是真正的仙娃宝药啊！喂，好一个药力非凡，好一个仙花宝药！李斯，臣在，
把他府里那些金银财宝给朕抬上来，让众卿家都开开眼。是。启禀陛下，臣奉旨查烧赵高府邸，共超出白银30万两，另有珠宝、玉器、古玩，无计其数。不可能！你们是怎么找到的？赵高贪赃枉法，献上毒药，此为其罪一。朕再问你，你与旧齐国贵族田氏暗中往来，立下血书盟约，意图不轨，又是何罪？不，陛下没有，绝无此事，这是污蔑，是莫须有的罪名啊！臣对陛下忠心耿耿，怎会与6国余孽同流合污？这一定是那个妖人！闭嘴！不，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陛下，臣知错了，臣有罪，但臣不服。这一切都是他，都是这个妖人搞的鬼。他能蛊惑陛下杀臣，就能蛊惑陛下废立太子，颠覆我大秦江山。此人身怀妖术，祸乱朝纲。今日若不杀他，大秦危矣，天下危矣啊！请陛下诛杀此妖人，以安天下。赵高说你是妖人，要乱我大秦江山，你有什么解释？这是一次考验，他是在告诉我，他可以信我，但想在这群虎狼之臣面前立足，光靠仙人的名头不够，必须立威。必须让他们怕到骨子里。解释？我无需向蝼蚁解释，我就直说，不错，我确实拥有你们无法理解的力量。你们称之为仙人也好，妖人也罢，都无所谓。但我与赵高、徐父这等招摇撞骗的方式不同。一派胡言！既然你是仙人，你又有何手段证明？我徐福炼了一辈子的丹，骗了一辈子的人。我比谁都清楚，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仙人，没有不死药。你也不过是个手段更高明的骗子，想杀我，你凭什么杀我？靠你那张嘴吗？我想杀你，轻而易举。好，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仙法能杀得了我，我就站在这里，来呀，杀我呀！陛下，既然此人求死，臣斗胆，请借此人性命一用，以正视听。准。1秒，2秒，3秒。这就是你的仙法？拿个奇怪的铁疙瘩指着我，你是想笑死我吗？你根本也是个骗子！这把忘了，原来是没开保险。保险？何以保险？杀人了！妖术，这是妖术啊！神法，这是天降神法啊！那究竟是什么？10几步外，一声雷鸣便能轰碎头颅，这绝非人力，绝非人力所及。若此物用于战场，大秦铁骑谁人能挡？朕看到了，这才是真正的力量。长生与这等毁天灭地的力量相比，区区长生算得了什么？拥有此物，大秦的铁蹄将踏遍日月所照的每一寸土地。有消息吗？报告朱老，通讯线路正常，但无信号传入。我们正在进行全频段信号守候。报告，历史改变了。报告，公元前215年，历史文本被重估。新增记载，方士徐福于咸阳宫麒麟殿为妖人张凡以天雷轰杀，被始皇帝押入大牢，待53刻问斩。我成功了，赵高死了，历史被改变了。徐福身死，赵高问斩，我们终于扭转了那一切的开端。立刻联系国家最高新闻办公室，以建国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为题，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我们对秦代末年的历史记载存在重大勘车。就说最新的考古证据表明，赵高的乱政阴谋在早期就被始皇帝识破并处决，徐福也因欺君之罪被当场格杀。务必要快，在民众发现历史教科书变动前，抢先占据舆论主导权，将恐慌引导到一次伟大的学术修正上来。是。第二，立刻筹备一个宣传项目，主题就叫为国铸剑，无问西东。一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甘愿深入最危险的境地，却连名字都不能留下的英雄。我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功绩与日月同辉，但他的名字将永远是秘密。孩子，我们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汪老师，俺家小凡一直都是个好娃娃呀，
他从小就懂事，这次肯定是遇到了啥难处，您看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张大叔，这不是我不帮忙，张凡无辜旷课失联超过1周，这是严重的教学事故，按照校规可以直接做劝退处理。我们京城大学是什么地方？我的退学、那是全国最高学府，他这样目无纪律，怎么对起这块招牌？这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哥，我要哥哥。该死，这群逝世眼！我在2000年前为国改写历史，在枪林弹雨中为了华夏拼命，结果我的父母却因为我在学校受尽屈辱，凭什么？喂，是张凡同志吗？是不是在大秦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能自己克服。朱局长，我在这边为国尽忠，不能让我的家人在后方为我受辱流泪啊！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却可能因为我在京城大学里被人指指点点，受尽白眼。朱局长，我求您帮我照顾好他们。张凡同志，你放心，国家绝对不会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这件事你不要管了，继续执行你的任务。我向你保证，半个小时之内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如果你的家人掉了一根头发，我朱佛提头去见你。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英雄在前线卖命，家属在后方受辱。备车，立刻马上去京城大学，我倒要亲眼看看是哪个王八蛋敢这么对待我们英雄的家人。紧急新闻足以载入史册，我国考古取得颠覆性突破。根据最新出土的加密竹简，我们过去对秦末历史的认知存在重大错误。历史的实情是，赵高乱阴谋，在始皇32年被秦始皇提前识破，被处死。方士徐福因欺君之罪，也当场丧命于咸阳宫。假的吧？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你所看到的每一个黎明都是他用生命换来的。在你看不到的黑暗里，他孤身一人面对最恐怖的敌人，他背负着整个民族的未来，却注定隐于历史。他的功绩与日月同辉，但他的名字将永远是秘密。王老师，求求您了，不要开除张凡好吗？王老师，您看这些都是自家做的，干净，您高抬贵手。拿回去。拿这些破烂玩意儿！保安，把这几个闹事的人给我轰出去！哥哥，我要哥哥！搞了半天就这么一对穷大妈，真是倒霉！住手！别怕，有我在。谁？是王玉。我就是。你们是什么人？你敢打我？我他妈还想杀了你！你知道张凡是谁吗？他是在为这个国家，为14亿人流血卖命。他是赌上自己的一切，去为华夏开辟未来的民族英雄。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象牙塔里作威作福、欺压英雄家属的蛀虫，人渣！你有什么资格让他们给你下跪？朱老，安全行动组奉命前来，请指示。把他给我带走，好好查，从他出生开始查，任何一条罪名都给我往死里办。冤枉啊！我不知道张凡是英雄啊！领导，我错了，求求您饶了我吧！你们好，我是张凡单位的领导，我叫朱峰。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你们受委屈了。领导，我们家小凡，他到底去哪儿了？叔叔，我哥哥是不是被坏人抓走了？不，你哥哥没有被坏人抓走，你哥哥，他正在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去不了的地方，执行着一项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秘密任务。张凡是国家的英雄，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哥哥是大英雄。对，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英雄。立刻安排地方，派专人24小时保护。
满足张凡家人的一切需求，所有的费用由我们749局承担。749局，国家英雄张凡，他到底是什么人？凡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凡哥，刚才那是开玩球呢。学校通知，都看看这段新闻。他的功绩与日月同辉，但他的名字将永远是秘密。记住，你们能安稳学习，是因为有人在为你们负重前行。你们说这个宣传片里的无名英雄会不会是张凡啊？丽丽，你疯了吧？张凡，他连检讨都写不明白。绝对不可能，这可是国家最高级别的宣传，这差距太大了。朱局长办事果然靠谱。怎么，刚才在朝堂上还如临大敌，杀气腾腾，此刻却又如释重负？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陛下见笑了，只是臣在2000年后的家乡，父母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不过现在已经被妥善解决了。陛下，臣亦为人子，父母之恩大于天，若是连父母都护不住，纵有通天彻地之能，也不过是个不忠不孝之徒罢了。好一个为人子，朕没看错人。他怀里现在就装着那把冷武器，直接开口要，似乎失了朕的帝王体面，暗示，万一这张凡听不懂呢？张凡，朕能否一观你那件雷霆法器？鱼儿上钩了，当然可以。如此能瞬间轰杀人的大杀器，就这么轻易给朕了？他难道就不怕朕拿了不还，甚至反手杀了他？我相信陛下乃千古一帝，胸襟广阔如海，定然不会贪图臣这一件小小的防身之物。这句话直接把朕的后路堵死了。朕要是再动歪心思，岂不成了心胸狭隘的小人？朕的脸还要不要了？这是何物所致？好重，但不是青铜的沉重，这简直是鬼斧神工，是神技。大秦用百炼金刚，连其1/1000都做不到。若大秦铁骑能装备此等法器，横扫匈奴，征服四海，就在眼前。张凡，此等神物还能否从未来传送过来？可以，不过此物制造极为不易，每一次传送消耗的能量也堪称巨大。此等能量如何获取？郑哥，这事儿简单。活了40年，君临天下，从未有人敢用这种语气跟朕说话。如果是王翦，9族都已经蒸发了。张凡，请讲。想要电量，就要干大事。你在大秦干的事情越大，对后世影响越猛，我获得的电量就越多。比如那个阴阳人赵高，你准备啥时候弄死他？把他咔嚓了，电量绝对蹭蹭往上涨。后天，不，等不到后天，明早就在咸阳菜市口，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把他给震，这才对味儿嘛！嘎啦！张凡同志，你家人已安排妥当，国宾馆最高待遇，24小时特勤保护，绝对安全，你放心干你的大事。谢了朱局。报告朱局，电量的事儿和始皇谈妥了，明天赵高人头落地，有一大笔进账。好，太好了。朱局，我有个想法，既然我能改变历史，那要是我直接给大秦的科技来个超级加倍呢？比如把后世的炼钢技术、农业技术全给它整上，那咱们2000年后的华夏科技水平是不是直接就能原地起飞，尿打全世界？如果张凡能让秦朝的钢铁产量翻100倍，粮食亩产翻10倍，那工业革命日不落帝国还轮得到那帮白皮蛮夷？有可能，理论上这绝对有可能。朱先生，朕大秦始皇帝嬴政有一事相求。如今大将军蒙恬北击匈奴，30万大军粮草不济，朕问你，可有良策？始皇帝在向我们求助。全体都有！1级战斗警报！农业部、后勤部、历史研究所所有专家立刻过来开会，把国家超算给我干到爆烟，把所有能用的方案都给我想出来。30分钟，我只要30分钟，我不要数字，我只要方案。张凡同志，转告始皇帝，我们有一个方案，可解大秦燃眉之急。传送土豆。土豆是何物？郑哥，你听我说，这玩意儿是我们那儿的一种祥瑞神物，有3大神异之处。第一，产量极高，寻常粟米1亩地产出不过1-2畉，而这土豆种得好了，1亩地可产数千斤，甚至更多。蒙产
千金。第二，它不挑地，贫瘠山地、干旱沙地都能长，而且极度内寒。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能当饭吃，管饱，能存很久。对于行军打仗来说，简直是无上至宝。此等神物，可否让朕一观？当然，不过传送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无妨，只要能解大军粮草之危，任何代价，朕都愿意付出。准备传送，开始传送。这就是能亩产千金的神物。陛下，这是种植方法。传朕旨意，在咸阳宫后院给朕开辟出一块试验田，朕要亲自监督，亲眼看着这土豆究竟能否诞下亩产千金的神迹。传送这玩意儿，竟然抽干了老子500%的电量。张凡同志，看来我们猜对了。土豆这种高产作物，一旦在大秦普及，对历史的改变是颠覆性的。所以耗能极其恐怖，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充电方式。干大事才能充电。张凡，你既有惊天伟地之才，朕欲拜你为国师，位列3公之上，总领朝政，你意下如何？呀，虚名于我如浮云，何况朝中诸公，怕是不会真心赞同这土豆的推行，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如今大秦的粮仓，半数操控在旧贵族和豪商手中，这亩产千金的神物一旦推广，米价大跌，他们明面上不敢反对陛下，暗地里的绊子，怕是会无穷无尽。利益，朕的天下还轮不到他们来谈利益。朕让你做，谁敢不服？陛下，强权可令人口服，却难令人心服。臣要的是让他们从心底里敬我、为我、用我，同样，也要让他们对这土豆彻底信服，要让他们亲眼看到神物的好处，要让他们哭着喊着求着来种。凡哥，赏个土豆吧！好手段，要立功，更要立威。只有功劳才是堵住悠悠众口的最好武器。好，既然如此，朕就给你这个机会。这土豆便是你的第一功。朕给你最高的权限，调动少府所有人力物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神物在咸阳宫内生根发芽。朕要让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你更是能让我大秦子民人人吃饱饭的祥瑞。下次朝堂之上，那些所谓的忠臣们定会哭喊着祖宗之法不可变。一群只顾自家粮仓的硕鼠。国师之位虽然忧人，但我现在根基未稳，本来只想捞点电量就走，但一想到国家那铺天盖地的宣传，想到珠峰局长的承诺，我怎么能摆烂？这是让华夏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的第一步。你要什么？陛下放心，臣定不辱命。不过接下来的计划还需要陛下配合我演一场戏，当然还需要李斯大人和太医一起。准。这连蒙带猜的，认识一半就不错了，万一中绝收了，乐子可就大了。朱局长，那个土豆种植手册有没有简体字版的？你看我这脑子，光想着怎么伪造的逼真，结果忘了你看不懂小篆这茬了。别急，我马上让专家整理一份简体字 PDB 发你手机上，不用传送，直接看，还省电啊！真的？那太好了！陛下把上林苑铲了，让方氏种地，简直胡闹！万一那土豆真的亩产千金，我们手里的粮食岂不是要被淘汰？都看好了，第一步，把这个土豆切块，记住，保证每块上面都得有这个眼儿。仙师，这种子切碎了还能活吗？让你切你就切，这是仙法，懂吗？去，多烧点草木灰来，全都混在土里。仙师，草木灰性燥热，如此大量使用，只会烧坏种子根苗，万万不可啊！老头子，你懂什么？我这是在给土地消毒防虫，按我说的做。败家子，种子切块，草木灰烧根，我倒要看看这妖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就是，陛下被他蒙蔽，我等今日必须当面戳穿这个无耻方士。我眼花了吗？那是李相，这怎么可能？丞相，他这是疯了吗？竟然在给一个方士锄地，这还怎么玩？没看到仙师正在施展无上农法吗？还不速速前来帮忙！杵在那里，成何体统？帮忙？帮个屁呀！我们是来拆台的。
丞相说的是，能为先师分忧是我等的荣幸。来来来，都别愣着了，一起上啊！哦，满朝文武都去给先师锄地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张凡这小子不仅有通天彻地的手段，这份驭人之术和鬼点子也绝非凡品，越来越对朕的胃口了。摆驾，朕倒要去亲眼看看朕的这些爱卿们是如何为先师分忧的。哎，御史大夫，你那龙钩歪了，能不能用点心？还有你穿紫袍的，锄头不是这么用的，你是想给地挠痒子吗？用力，没吃饭吗？岂有此理！我等堂堂朝廷命官，竟让一个来路不明的方士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小声点，你没看见丞相大人都在那儿埋头苦干吗？现在撂挑子就是跟李相过不去。陛下驾到！朕心甚慰啊！真没想到诸位爱卿竟对农事如此上心，愿意亲自下田为先师分忧。既然诸位爱卿如此辛苦，今日午膳便都留下，与朕一同用膳。朕要好好犒劳你们。谢陛下隆恩。李斯大人，你这丞相的名头还真是好用啊！先师折煞老夫了。好一个借力打力！张凡早就料到百官会来找茬，所以请陛下下旨让我带头下地。只要我干了，后面的人就算心里再骂娘，也只能捏着皮子跟着干。一场批斗大会，硬生生被他玩成了劳动表彰大会。此子权谋深不可测，高，实在是高。这是何意？犒劳我们就吃这个泥疙瘩？这哪里是犒劳，这分明是奇耻大辱，让我们像牲口一样吃泥疙瘩，这比当众扇我们的脸还难受啊！这是陛下在敲打我们，可是用这种方式，简直是奇耻大辱。杀威棒，这是陛下的杀威棒。若非早上站对了队，此刻老夫便与他们一样，如坐针毡，生不如死。诸位爱卿，为何不动串啊？此乃先师所赐神物，能亩产千金，活我大秦万民。今日朕便与诸君共尝之，此乃天大的恩赐，以安天下。陛下，万万不可呀！陛下，万万不可食用此物。此物乃外来之物，其性未知，史书要典均无记载。且其发芽之处，颜色形态与我朝剧毒之物钩盐有几分相似。臣斗胆以何家老小100余口性命担保，此物恐有大毒啊！请陛下三思，龙体为重啊！天哪，我就说这东西不对劲！先师，我看是妖人，这是要毒害陛下和满朝公仙啊！对，拿下妖人！张凡，你这妖人蛊惑陛下，其心可诛。如今更是拿出毒物，意图谋反。来人啊，快将此列拿下！张凡，这满朝的虎狼，你欲如何降服？他吃了，他就这么吃了，那可是老太医全家性命担保的剧毒啊！没事，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一定是他有妖术，他百毒不侵。好一份胆识，好一份在千夫所指之下以身正道的魄力，此人可信，可重用。老先生，你也尝尝，放心，死不了。不是妖术。够了！陛下，先师，末将常年征战沙场，什么草根树也没啃过。末将信先师，我来替陛下尝尝这神物。此等神物竟被尔等当作毒药，简直是暴殄天物。好吃只是它最微不足道的优点，它最关键的是耐储存、极度抗恶，而且亩产数千斤。这意味着大秦的士卒再也不用忍饥挨饿，大秦的铁骑将彻底扫平匈奴。天佑大秦！臣王翦全力支持土豆种植，谁敢阻拦，便是与我30万北地大军为敌。王卿平身，既然连通武侯都如此说了，
诸位爱卿，对这土豆试点可还有异议？军方大佬都拔刀了，谁敢在这时候出矛头？那不是找死吗？好，那此事就这么定了。从今日起，仙师的试验田便是试点地，所有人力物力必须无条件配合，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胆敢阻挠者，斩！诺，完美。从以身试毒到引出军方大佬站台，再到正歌一锤定音，这套借力打力的组合拳天衣无缝，这仙师的地位彻底稳了。朕的土豆啊，就那么一个，好不容易烤熟了，香气都闻到了。朕还没来得及尝一口，就被张凡拿去试毒，又被王翦这老匹夫给抢着吃了。命人重新设宴，上山珍海味、牛羊大鼎。不对劲，我怎么感觉咱们今天好像被耍了？御史大人这么一说，老夫也觉得奇怪。李斯大人何等人物，眼高于顶，偏偏今天就那么巧被我们撞见他亲自下地。还有陛下，我们前脚刚到试验田，陛下后脚就来了。这也太及时了，就像早就知道我们要去一样。还有这宴席，先是生土豆羞辱我等，后有太医死谏，王翦将军试毒，这一环扣一环，简直就像是早就排演好的一出大戏。我们兴冲冲的组团去羞辱张凡，结果却一步步踏入了他精心设计的陷阱，被逼着锄地，被当猴耍，最后还被逼着表态支持土豆。此子绝非池中之物，手段之狠辣，心机之深沉，远超朝堂上任何一个老狐狸。惹不起，这个人绝对惹不起。张凡如今胜券正浓，又有军方站台，土豆种植已是板上钉钉。可一旦此物推广，粮价必然一落千丈，我等的利益该如何是好？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诸位稍安勿躁，那张凡不是信誓旦旦保证这土豆能亩产1000斤吗？好，我们不仅不阻拦，还要帮他，大力的帮他。但是我不信有什么作物能亩产1000斤，这土豆乃是他口中的祥瑞。可若是这祥瑞在种植期间遇到了天灾呢？若是祥瑞遭了天灾，那说明此物不祥，说明他张凡德不贵位，触怒了上天。届时他若还敢强行推广，就是逆天而行。陛下为了安抚民心，又岂会再保他？到那时，我们只需振臂一呼，言其妖言惑众，引来天罚，他张凡便是百口莫辩。倒吸一口气，杀人不用刀，高，实在高，天机难测，谁也说不准啊！妙，实在是妙啊！阳谋，这才是真正的阳谋，让那帮老家伙们明知是更，却还得捏着鼻子最往下一颗跳，厉害呀！张凡把我的心思算得死死的，让我心甘情愿去当了那把枪，这份算计太恐怖了。幸好我只是个引出王翦的药引子，若是真被这位仙师记恨上，全家100余口性命，旦夕之间便化为飞灰。陛下谬赞了，其实这可不单单是我的点子。朱局长，成了！好，成功了！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政治博弈，那帮秦朝的老狐狸被我们隔着2000年玩弄于股掌之间啊！好，干得漂亮，张凡同志，你这临场发挥堪称完美。数据分析小组听令，立刻根据情报，结合历史人物数据库，对当前朝堂局势进行风险评估。张凡同志，评估报告出来了，朝中大臣正面评价占比20%，中立观望70%，负面敌意10%。其中，敌意最高者为御史大夫冯远，系统评估其敌意概率高达90%。其次是丞相李斯。这也能算出来？连我心中那一闪而过的不满，都能被这未来的神物洞察得一清二楚。这未来神物当真可畏，连人心都能看透。张凡同志，务必小心，记住，历史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明白。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未来。朱老老，您快看，这是我们实验室那批备用种子长出来的，就是准备传送给张凡同志的那一批。他自己变异了，个头大了至少3倍，淀粉含量、抗布性全面超越了资料库里记载的任何品种。变异了，全面超越？怎么可能？这才几天时间！快！把所有的研究数据都拿过来，立刻组织所有农业专家复核。是历史改编的反哺。我们现在的土豆是几百年优化的结果。张凡同志在2000年前拿出了终极版，源头被改变了，
我们这个时间线的土豆跟着发生了超级进化。神迹，这是神迹！我搞了一辈子育种，没想到这辈子能见到脸盆这么大的土豆。天佑华夏，这是天赐神种，我命令将这个全新的土豆品种正式命名为炎黄1号，立刻联系农科院最高级别培育，全国试点种植。马上联系国家新闻办公室，准备紧急新闻发布会。经过我国顶尖科学家的不懈努力，成功培育出划时代的土豆新品种炎黄1号，营养价值、抗逆性数倍于现有品种，这是我国农业科的胜利。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无名英雄，正是他的支持，才让我们取得了此历史性的突破。好一个张凡小子，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不仅降了土豆的阻力，更敲打了那帮阳奉阴业的老臣。此人不仅有通天彻地之能，更有惊天畏地之才。扶苏宅心仁厚，但深受儒家影响，与朕严刑峻法的治国理念多有不合。若是能让张凡来教导他，传朕旨意，朕观先师张凡有惊天慧地之词才，特封教导长公子扶苏，令扶苏即刻起拜入先师门下，不得有误。郑哥这是强买啊！公子留步。老师何故拦我？大公子，陛下为您指了新太傅，老臣心中不安呐。那张凡轰杀方式看似雷霆万吨，实则无道。他以阳谋戏耍群臣，视我大秦礼法如无物，此乃术士阴诡伎俩，非君子所为。大公子乃国之储君，当行王道。此人献上土豆，看似为民，实则包藏祸心。此物一旦推广，亩产千金，天下粮价必乱，受损的是我大秦的世家根基啊！他这是在收买民心，动摇国本，请大公子务必亲贤臣，远小人，明辨忠奸。视礼法如无物，行事霸道，动摇国本。父皇是不是真的被他蒙蔽了？老师之言，学生记下了。岂有此理！奇耻大辱！我堂堂大秦博士，竟要让位于一个来历不明的方士！陛下这是在羞辱天下儒林！淳于公何必动怒？扶苏生性仁善，最重民生与礼法，他一定会因为土豆扰乱粮价而心生抵触。我们可以立刻让天下的儒生和门客大肆宣扬，连扶苏公子都认为此物不祥，乃乱国之兆。张凡不是先师吗？他要如何应对天下人的愤怒？妙啊！冯公此计，杀人不见血。张凡，你夺我太傅之位，老夫便让你身败名裂。学生扶苏拜见太傅。这就是历史上以仁德著称，最后却被一道假圣旨逼死的悲剧公子啊！太傅，学生有疑惑。太傅献上神物乃大善，但学生观太傅行事于朝堂轰杀方式，又以阳谋戏耍群臣，此等霸道之术，虽能立竿见影，然《论语》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敢问太傅，太傅之学究竟是王道还是霸道？若以霸道强推新政，与当年商君变法有何异？恐非长久之计啊！公子这个问题太尖锐了，这不仅是在质问张凡，更是在否定陛下的治国之道啊！一个不慎，龙颜大怒，全得掉脑袋。张凡，你如何应对这腐儒之论？殿下，我且问你，儒家之本为何？自然是仁。那何为仁？克己复礼为仁，爱人者，仁也。说得好。那我再问你，眼看天下百姓嗷嗷待哺，饥寒交迫，甚至一子而食，你却为了所谓的礼，为了所谓的德，不去使用雷霆手段迅速解问题，任由他们饿死，这是人吗？我一个方士蛊惑君王，炼制毒丹，祸乱朝纲，你不杀他，难道要用德去感化他？等他毒杀了君父，颠覆了社稷，你再去跟他讲理，这是人吗？不，一群朝臣为了自家的利益，便要阻挠谋产千金的土豆推行，置天下万民于不顾。你不对他们授予智谋之术，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们得逞？这又是人吗？
痛快，太痛快了！这番话简直说到了朕的心坎里。朕一直觉得扶苏太过人弱，却不知该如何反驳那群腐儒。今日张凡这3问，简直是为朕量身打造的杀人利剑。这哪里是方式？这分明是比纵横家更可怕的怪物。他竟然能用儒家的仁去反驳儒家的礼，此等辩才，恐怖如斯。殿下可知管子有云：苍楼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你跟他们谈礼义廉耻，那不是王道，那是虚伪，是最大的不仁。我杀1人，是为救千万人；我耍弄群臣，是为天下苍生。我用的手段看似霸道，但行的却是真正的王道，是人的根本。真正的王道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让天下人有饭吃，让大秦国富民强。为了这个最大的人，行霸道之术又有何不可？这才是我的道。朕统一6国，焚书坑儒，修长城，哪一件不是为了大秦万世？可天下人，包括朕的儿子，都视朕为暴君。朕孤独地站在这权力巅峰，承受无尽骂名，无人能懂。朕以为这份孤独会伴随朕直至死亡。懂朕者，张凡也。好，说得好啊！这才是朕想要的太傅，这才是嫩能教导朕儿子的太傅。太傅，难道就没有两全之法吗？既能让万民饱腹，又不行霸道，不伤一人，不违义理，以纯粹之王道，德化天下。殿下，你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现在我让你亲眼看看，来自2000年后的民意是如何评判此事的。民意？那是什么？仙气！赵魏朝我们从道官员是图文调研。这如何能选 ？A 选项合理法就利3成百姓，却强征贵族，酷烈弑杀。太傅，你竟出此等乱心之题！好毒的问题！选 A， 民心尽失，亡国之策；选 B， 得罪所有贵族，却是唯一生路。这是生存和毁灭的选择题。张凡究竟是何方神圣？哈哈哈，有意思 A， 迂腐之剑，妇人之仁，废物之政，唯有 B， 这才是帝王哀行之事。杀几只肥鼠，救天下万民。扶苏啊扶苏，朕倒要看看张凡口中的后世民意，是选你那可笑的王道，还是朕的霸道？张凡同志，发生什么事了？报告首长，我这边遇到点小情况，在给秦朝太子扶苏上课。他问我王道和霸道哪个好，我发了个视频，麻烦给我刷上热门。我要让他看看2000年后的民意，拜托了首长，尽快！全体注意，立刻给张凡同志的视频账号刷流量、刷曝光，给张凡同志上热门。对了，闲着的人全都把手机拿出来，去给张凡同志点赞，快快快！殿下，请看，这就是民意。饿死3班人还叫王道，这叫草菅人命。A 就是个废物，讲规矩讲到人都没了，规矩有个屁用！支持 B， 谁让我活命，我就支持谁，就这么简单。不，他们不懂理，不知德。好，说得好，哈哈哈哈哈！谁让我活命，我就支持谁。这才是天下苍生最真实的声音。扶苏，你听到了吗？你所说的礼法，在百姓的肚子面前一文不值。朕一生行霸道，背负万世骂名，被天下儒生斥为暴君，连亲生儿子都无法理解朕。可今天，这2000年后的民意给了朕最高的肯定，朕不顾也。民意，这就是先师口中的民意，粗鄙不堪，却又直指人心。这仙气竟能瞬间汇聚天下民意，形成滔天之势。他若想毁掉一人，只需一念；若想动摇国本，也只在反掌之间。此人绝不可为敌。父皇，是儿臣错了。儿臣今日方知，父皇行霸道之术，背负万世骂名，非为一己之私，实为天下苍生。儿臣空谈仁义，不使百姓疾苦，险些误国误民。儿臣终于明白父皇的苦心了。
父皇。好啊！朕的麒麟儿终于长大了，朕后继有人了。淳于越教导10数载都未曾动摇公子分毫，张凡区半日，一番言论，一剑仙气，竟让公子世界观崩塌，幡然醒悟，这是诛心，是神鬼莫测的仙人之术。此人可再造大秦。殿下能理解陛下是好事，但是陛下的做法，我同样不赞同。什么？他竟然说他也不赞同陛下的做法？他刚刚才用 B 选项把王道踩在脚下，现在连霸道也要否定，他到底要干什么？秦始皇，一个极具争议的千古一帝，他功绩毋庸置疑，但他为巩固统治推行的霸道之术，也为帝国埋下了覆灭的种子。妇孺之言，朕倒要听听后世如何评判。第一，焚书坑儒，堵塞言路，朝堂只剩阿谀奉承之辈。第二，徭役繁重，修长城骊山廊，田地荒芜，民怨沸腾。第三，严刑践法，一人犯法，邻里连锁，人人自危。而这一切导致了最可怕的后果：始皇帝驾崩之后不过1年，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你，点燃所有民怨，最终这个试图传至万世的帝国2世而亡。原来如此，不是天命，不是国运，竟是朕亲手挖好了大秦的坟墓。错了，全错了。法不能只有刑，失去了民心，法就是催命符，催大秦的命。殿下以为王道为尊，错了；陛下以为霸道至上，也错了。我主张的是王霸结合，以王道为心，以霸道为术，心怀仁德，以民为本，这是根基。行霹雳手段，除奸恶，这是保障。对百姓行王道，对豪强行霸道，对外敌更要行霸道，这才是能让大秦万世永昌的真正帝王道。扶苏受教，谢太傅为扶苏指明大道。后世之人说的没错，错了，朕真的错了。陛下，天命已改，仙师降临便是大秦的转机，2世而亡的结局尚未发生，一切都还可以改变。是啊，朕还活着，大秦还在。这山凡当真有点意思，连朕的功过对错都敢当面批判，好，很好。扶桑交给他，朕倒是深了许多。走，莫要打扰仙师授课。总觉得扶苏今天的状态哪里有些不对。张凡同志，心理学和历史学专家一致认为，你的王霸结合理论极有可能彻底重塑目标的政治观念，这是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大突破。但是，张凡同志，我们的心理测绘模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疑点。什么疑点？根据模型和历史人物性格分析，我们出了个高概率推论。第一，有46%的可能，公子扶苏的行为是受到了他人的暗中蛊惑，不然他不会第一次见面就直接质问你。这个举动绝对不符合他的性格。全体注意，启动烛龙1级响应，历史组、心理组、情报组所有核心专家立刻进入战备万应室，超算中心将所有算力全部接入烛龙模型，目标分析蛊惑扶苏的幕后黑手。我坚持认为是淳于越，张凡动摇了他的道统，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放屁！淳于越这种老顽固没脑子设计这么精妙的圈套，背后绝对是冯远那帮旧贵族，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张凡同志，报告出来了，根据烛龙模型的最终推演，有83%的概率是儒家博士集团的淳于越联合了以御史大夫冯远为首的旧贵族势力，共同策划了这次发难。冯远准备将事态扩大化，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扶苏之口除掉你。原来如此，扶苏就是他们推出来对付我的第一颗棋子。张凡同志，你记住，所有任务都必须建立在你自身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你是炎黄计划唯一的火种，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要住稳住，国家会给你提供一切支持。首长，保证完成任务，但是一味的防守只会陷入被动。他们想利用扶苏来动摇整个炎黄计划的根基，我若再退，退无可退。儒家、旧贵族，留着他们只会严重影响炎黄计划的效率。首长，请指示749局立刻制定反击计划，我要主动出击，彻底抹去这帮大患。主动出击，彻底抹去，那可是天下文林领袖淳于越，那可是盘根错节的旧贵族代表冯远。张凡孤身一人，竟要对整个大秦最顽固的利益集团主动宣禅，何等的胆魄！好，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华夏的麒麟儿。张凡同志，我代表749局同意你的请求，你放心大胆的去做，我们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扶苏被老夫的儒家思想洗脑多年，性格仁善，只需烧焦点拨，他必然能从张凡的邪路上迷途知返。成了，这次他去而复返，定然是回来向老夫求教，准备彻底扳倒那个妖人了。公子能迷途知返，老臣心甚慰。那张凡行霸道，乱礼法，蛊惑圣听，实乃我大秦心腹之患。公子万万不可被其妖言所惑啊！不对劲，扶苏的眼神怎么变了？这根本不是那个人入的大公子。老师，眼看天下百姓嗷嗷待哺，甚至易子而食，却为所谓礼法任由他们饿死，这是人吗？这一个方士炼制毒丹，蛊惑君父，您不去杀他，难道要用德去感化他？这是人吗？一群朝臣为自家利益阻挠亩产千金的神物推行，置天下万民于不顾，您不对他们用识谋之术，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们得逞？这又是人吗？我想反驳，可是无论怎么回答，都会落入空谈礼法不顾苍生的陷阱。我竟无言以对。老师之学乃治世之学，太傅之学乃创世之学。如今大秦百废待兴，正需行霹雳手段，以霸术护王道。这还是老夫那个人善纯良的学生吗？老夫教了10几年都不曾改变他，跟着张凡不到一天啊！那个张凡究竟是何方神圣？太傅之学皆为万世开太平，老师若愿放下偏见，学生愿亲自为您引荐。学生言尽于此，还需去向父皇请罪。创世之学，霸术护王道，我坚守一生的圣人之道，错了吗？老张家发迹了，坐这么好的车，发什么迹？听说他家张凡在京城失踪了，8成是犯了大事儿，被政府遣散回来的。看他们两口子那灰头土脸的样，哟，那不是大山两口子吗？是啊，他们怎么回来了？听说他们在城里发大财了，看那车可不是吗？当初他们走的时候可没少遭人白眼，这就是风水轮流转啊！二哥二嫂，你们可算回来了！凭什么你家那个闷葫芦能上京城大学光宗耀祖，我儿子只能上普通本科？每次过年都压我们一头，现在风水轮流转，你儿子再厉害还不是成了罪犯？秀芬啊，小凡呢？怎么没一起回来？是不是在外面犯啥事儿了？你们别瞒着，说出来我们帮你想办法，可别是被抓去坐牢了啊！那前途可就毁了。我就说别去送什么外卖，不务正业。现在得罪人了吧？看我毕业进大公司，安安稳稳才是正道。行了，等小凡放出来，大学肯定上不成了。我让阿伟给他内推去公司当个保安，好歹有口饭吃。堂堂京城大学高材生去当保安？哟，当保安？我儿子没有犯事，他是大英雄，他在执行国家的绝密任务。你们胡说，我哥哥才没有犯事儿，我哥哥是大英雄。大英雄，这孩子看电视看傻了吧？笑死我了！他要是大英雄，那我就是玉皇大帝了。秀芬啊，人得认清现实，别给孩子灌输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回屋。哎，别急着关门啊！大山啊，你也别硬撑了，赶紧找关系捞人吧。需要钱，我们亲戚可以给你凑点儿。就他犯的事儿，估计得进去几年了，出来后还得靠我给他找个保安的活儿。谁呀？这时候来？请问您是张大山同志吗？我就是。哎呀，总算找到您了，林思，这位就是张凡同志的父亲张大山同志。啊，市委书记、司令员、肩扛将星，这不是在做梦吧？老哥，我代表战区来看望您二老了。感谢你们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这是授予家属的荣誉证书和最高津贴，请您务必收下。李大姐，这是市里给英雄家属准备的新房子，市中心最好的小区，180平，精装修拎包入住。小雅妹妹的上学问题也安排好了，直接就读全市最好的实验小学，所有费用市财政全包。不
不对，领导，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张凡他不是犯事儿被抓了吗？你说什么？谁告诉你他犯事了？污蔑国家英雄，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张凡同志正在执行最高绝密任务。各位最近都看新闻了吧？我们国家在土豆育种上取得了颠覆性突破，那个炎黄1号都知道吧？那你们觉得这么巧？我们今天就来慰问张凡同志的家属，这是巧合吗？炎黄1号改变国家农业格局、震惊世界的无名英雄，是张凡，那个送外卖的张凡。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就凭他那个窝囊废，你们都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清场。领导，我们错了，饶命啊！他三姑，你们这是怎么了？被赶出来了？是啊，张凡家到底出了啥事儿？怎么连书记和司令员都来了？那可是新闻里的大人物啊！你刚才不说张凡犯事儿了吗？犯事儿了还能有这种牌面？你个疯婆子，你给我站住！脸都让你丢尽了！拦我？你还有脸拦我？要不是你那个好二哥一家，我们会像今天这么丢人吗？都是他们害的，我可没完！扶苏，你父皇，儿臣错了，那个永远与朕政见相悖、固执信奉腐儒的儿子，竟然亲口承认自己错了。起来就好。父皇，儿臣能有今日之醒悟，全赖一人。张凡先生真乃神人，国士无双。他让儿臣亲眼看到了，天下百姓苦6国救卒久矣，世家门阀盘踞于上，吸食帝国之血，此乃心腹大患。父皇，儿臣明白了，儿臣知道该怎么做了。好，扶苏、张凡，你们放手去做，只要朕还活着一日，便是你们最强的后盾。天塌下来，朕给你们顶着。父皇，大秦的未来后继有人了。公子，我是23号技师，现在为您服务。先师为什么非要奴婢说这种奇奇怪怪的咒语？好。你先出去。张凡同志，出大事了！历史被改变了，大秦灭国竟然提前了！首长，发生什么事了？是世家门阀，还有6国旧族。根据被改变的秦史最新记载，在扶苏彻底转变后，这些势力感受到了灭顶之灾，他们明白再不动手就永无机会，所以他们提前发动了全面的反抗。一级警报！祖龙时间线发生剧烈偏转。重复，祖龙时间线发生剧烈偏转。历史改变的根源是土豆。炎黄1号的出现，让世家门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旦普及，皇权稳固，他们再无生存题好。为此，他们疯狂散播此物乃天降不祥的谣言，动摇国本。第二个引爆点是扶苏的彻底转变脱离了他们的掌控，让他们失去了从内部架空皇权的希望。大秦的崩溃不再始于外部的农民起义，而是从内部开始了分崩离析。大秦灭国提前了，仅因为土豆和我的到来，历史的进程竟然发生了如此恐怖的偏转。蝴蝶效应的反噬来了！世家门阀，6国旧族，这些人才是大秦帝国身上最顽固、最恶毒的毒瘤。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颠覆帝国，让天下重燃战火。不出此料，大秦危矣！谁也无法预测。我建议立刻给予张凡同志更强的武力支持。既然他们想提前引爆，那我们就帮始皇帝提前把他们连根拔起。太激进了，我们对历史的干涉已经引发了不可预知的蝴蝶效应，任何过激举动都可能导致时间线彻底崩溃。张凡同志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第一，立刻降低土豆的关注度。谣言的根源在于恐惧，我们现在不辟谣，而是让这件事冷下来，让世家门族以为计策奏效，放松警惕。第二，核心目标
引蛇出眼，等到土豆真正成熟、大丰收的那一刻，才是我们反击的号角。那将是始皇帝收拢民心、获得绝对威望的时刻。到了那时，那些坐不住的牛鬼蛇神必然会做出最后的疯狂，我们正好与嬴政联手，将他们一网打尽。在此之前，张凡同志绝对不能轻举妄动，安全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我明白了，就按这个计划来。3个月后，盛夏7月。没想到啊，我一个现代人，还真有几分种田的天赋。长势喜人是喜人，可这3个月了，为何根本不结果子？放眼望去，全是一堆叶子。这要是没收成，那些门阀怕是要翻天了。张凡，这为何只见叶却不见果实？陛下，此物之果藏于地下。天啊，这一株之下竟有如此多的果实！好沉，仅仅一株，随便一翻就有5、6个。那这1亩地亩产1000斤，不，亩产50担，不是虚言，是真的。陛下，鱼儿已经露出马脚了。朕倒要看看这些蛀虫究竟想干什么。大人，不好了！宫内探子传信，那土豆好像成熟了。陛下、李相和长公子都在那院子里。怎么可能？不是说只长叶子不结果吗？不行，必须亲眼去看看。来人，速速去请王大人、李大人，就说有要事相商，备车，立刻入宫。本官倒要亲眼看看那妖人所谓的亩产1000斤究竟是真是假。故弄玄虚，我早就听说了。那地里除了藤蔓，什么都没有。陛下定是被蒙蔽了。我等今日前去，正是要当面戳穿这妖人的真面目，让他沦为天下笑柄。臣等参见陛下。诸位爱卿，今日怎的有如此雅兴，竟不约而同一同来此啊？回陛下，臣等挂念神物，唯恐陛下被奸佞小人蒙蔽，特此前来为陛下一辨真伪。哦，那依冯爱卿之见，朕如何被蒙蔽了？此物自种下至今，只长叶不结果，何来亩产1000斤之说？这分明是妖言惑众，欺君罔上。谁说他不结果的？放肆！事实就在眼前，铁证如山，此人竟还敢狡辩，蒙骗陛下，乃是欺君之罪。臣恳请陛下将此妖当场斩杀，以正视听。对，当斩，请陛下严惩此僚。你们什么都不知道。长公子，您万万不可被这妖人蒙蔽了双眼啊！他蛊惑陛下，如今又来蛊惑您，其心可诛啊！看够了，这群大秦的硕鼠死期到了，把这片地给朕翻开。这是什么？怎么可能？这地底下竟然真的长东西了，而且一株下面就长了这么多。哇！仅片刻功夫，这产量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不可能！一株下面5、6个，这1亩地那得是多少啊？明产50担。那不是虚言，不是狂妄，我错了，我们全错的离谱。朕看到了，大秦的粮仓堆积如山，大秦的子民再无积年之忧，大秦的后勤无忧，横扫匈奴，踏平四夷，一个真正强盛、永恒不灭的帝国正在朕眼前缓缓升起。这是祥瑞，是未来之人赐予大秦的无上至宝。诸位爱卿，现在对这土豆可还有异议？异议？拿什么异议？那堆积如山的土豆就是最响亮的耳光。已经把我们的脸都抽烂了。没有了，臣等再无异议。此等神物产量惊人，臣以为说他亩产1000斤都是先师谦虚了，这怕是能有2000斤啊！既然没有异议，那还处在这里作甚？别挡在这儿碍眼，滚！完了，全完了！此物一出，我等再无活路。冯公，土豆一旦全面铺开，我们囤积的粮食将一文不值。现在该如何是好啊？吵什么吵？慌什么？天还没塌下来。我们的计划难道就这么失败了吗？你们是不是忘了，我们真正的杀招还没用呢？那张凡说这是祥瑞，好，我们就让它变成天下最大的不祥之物。接下来官府必定大规模推广，届时我们在官田里制造天灾，致使颗粒无收，天下必然恐慌。不仅如此，我们自己
也要暗中大规模的偷偷种植着土豆。等到我们丰收而官府颗粒无收时，你们说天下民心会向着谁？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了破解天谴、为民求命的功臣，而张凡则是招致灾祸的罪人。到那时，我们手握粮食，又掌握了民心，那这天下……太毒了！这已经不是商业卿了，这是要窃国啊！高，封公此计实在是高，届时张凡拿什么跟我们斗？哈哈哈！事不宜迟，速速回府准备。报告所长，土豆大丰收，产量惊人，保守估计亩产绝对超过2000斤。成功了！丰饶神迹计划第一步完美成功。好同志，你辛苦了，你为国家立下了不世之功。张凡同志，不要掉以轻心。根据模型推演，接下来你将面对旧贵族势力最疯狂的反扑。反扑？一群冢中枯骨，也配在朕面前谈反扑？朕倒要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打草固然惊蛇，但若不能将蛇一网打尽，后患无穷。智囊团连夜推演，为您制定了一套全新策略，代号温水煮蛙。哦，讲，我们不推广，反而要将土豆设为奢侈品。奢侈品？此乃仙界神品，非王公贵胄不可得。如此，既不冲击粮价，又能极大的抬高土豆价值，让旧贵族放松警惕，挑选试点村落，赏赐种薯，告诉百姓，只要种出来，官府以10倍于粟米的价格收购，重赏之下，百姓必然疯抢着种。几年后，土豆产量覆盖大秦，价格一落千丈。彼时，它将从奢侈品变成救命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便能让旧贵族倾家荡产，彻底失去抗衡资本。此计名为阳谋。妙啊，实在是妙计。先抑后扬，明修战报，暗度陈仓。后世之人的智慧，当真恐怖如斯。此事全交由张凡与扶苏去办。扶苏，这是朕对你的考验，莫让朕失望。儿臣定不辱命。皇帝诏曰：土豆乃仙界神品，凡人食之恐折服损寿。自今日起，列为皇家贵品，不得私自种植食用。有敢私自藏匿交易者，服徭役1月。钦此。什么？不让种，还服徭役？这他妈是什么操作？昨天不是还龙颜大写吗？难道陛下怕此物动摇国本？实在是高，将救命粮包装成奢侈品，后世之人的计谋简直神鬼莫测。那帮蠢猪死到临头还不自知，陛下疯了，放着神物不用，当成赏赐的玩意儿，这背后定是张凡搞的鬼。这是阳谋，是张凡那个庶子的阳谋，他在故意抬高土豆的价值。可是好，陛下已下禁令，总不能公然违抗吧？违抗？谁让你们公然违抗了？1个月徭役算什么处罚？无关痛痒。计划继续。张凡就是妖人，民心愤怒，我看他怎么办。没错，要弄死张凡。官兵，是官兵来了。曹民参见官爷，不知官爷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古代的底层百姓竟然连温饱都难以解决。老丈请起，我等并非来征税，而是奉父皇之命来给乡亲们送一场天大的富贵。卸车！这些是能亩产2000斤的仙界神种，父皇特意赏赐，让你们李家村作为大秦的第一个试点。公子，这等神物我们不敢要啊！乡亲们放心，只要你们种出来，官府不仅分文不取，还会以10倍于粟米的价格全部收购。10倍收购，发财开眼了！我们李家村要发千石！都起来！想发财就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从今天起，跟着我大干一场！大哥哥，你们是好人，甜甜把花花送给你们。嘿，好可爱的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甜甜。谢谢我们的甜甜。大哥哥，等甜甜长大了，要嫁给你。好啊，那我们拉钩，你可要快点长大啊！大哥哥，等着你。接下来的几天，张凡和扶苏走遍咸阳周边10几个贫村，同样的种主，同样的10倍承诺，同样的狂喜。温水煮蛙的计划以势不可挡的造势全面铺开。老师，这沿途的百姓民风淳朴，心地善良，我们却用计谋在他们身上许以重利，诱其为我们做事。扶苏心中总觉得有些于心不忍，良心难安。哼，你是不是觉得这些村民尝到了甜头，必定会有人偷偷藏下一些种属私自种植，然后被我们发现，
抓去服1个月的徭役，你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是的，老师，他们本就困苦，我们不该再如此算计他们。算计？你再仔细想想，私自种植仙种，按秦律可是夷3族的大罪，可我们给出的实际处罚却仅仅是1个月的徭役，你没觉得这轻得离谱吗？这是陛下故意的，陛下就是想让他们私自种植。对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是活下去重要，还是去服1个月不痛不痒的徭役重要？陛下的禁令是给世家门阀看的，而这1个月徭役的轻罚，才是真正留给百姓的后门。陛下在告诉他们，朕知道你们不会偷着种，也默许你们偷着种，如此，我们的计划就能在民间彻底铺开，这才是真正的帝王心术。对世家用霸道欺瞒，对百姓用王道默许，将2种截然相反的手段完美融合。我明白了，这就是父皇的王霸之道，王道与霸道相结合。王霸之道，王八之道，这名字听起来可不太好听啊。这是的，是少年们的，让那群老登飞起来吧！香，太香了！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粥，这都是托了公子和仙师的福啊！那个张凡大哥哥很厉害吗？那可是天上的仙师。哎呦，我们甜甜出息了，不是说长大了要嫁给仙师哥哥吗？杀，一个不留！单发！我跟你们拼了！蝼蚁还有没有？我只是想活下去。我们到底是触碰了哪位神仙老爷的力呀？找到一只小老鼠。张凡哥哥救我！张凡哥哥！张凡，他可救不了你。小东西还挺干净。不要出事，甜甜，李家村，千万不要出事！站住！宵禁期间擅闯者死！滚开！如神亲临，开城门！开城门！快开城门！啊！甜甜，哥哥，你来了，我好疼，浑身都疼。他们为什么要打我？阿娘为了保护我，也不动了。哥哥，他们是坏人吗？我们以后就不用饿肚子了吗？哥哥，我好冷。长大了要嫁给大哥哥，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先师。哥哥来了，甜甜乖，睡一觉，睡一觉就不疼了。是我害了他们。张凡，出事了！方才秦使再度改变，发现了一段模糊记载，他们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世家门阀会对第一个试点村庄动手，屠村，嫁祸马匪，污蔑土豆为不祥之物。屠村之事是咸阳卫范训做的。首长，我在李家村，这里的人全死了。张凡同志，你要冷静下来，眼下情况复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尸体，活生生的人全死了，就是因为我带去了土豆，就是因为我给了他们希望啊！首长，我要给李家村所有人报仇！张凡同志，现在安全最重要，你千万不要冲动啊！那他们呢？我怎么对得起他们？怎么对得起那个叫我哥哥的甜甜？我口口声声说让他们不饿肚子，给他们未来，可现在他们都死在了我给的未来前面。对不起，首长，我有些激动了。张凡同志，我朱逢站在你的身后，去做吧，放手去做，一切都由国家给你兜底。我们过度的隐忍，只会被他们当成软弱可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好。老师，都给老子动作快点，磨磨蹭蹭的。
滚一边去，老东西！哎呦，扶苏公子、仙师大人，这么晚了，二位怎么到这穷乡僻壤来了？是谁干的？回仙师的话，是马匪，一群穷凶极恶的马匪。我问你，是谁指使你的？仙师，您这是什么意思？下官是来处理马匪劫掠一案，仙师怎能凭空污人清白？况且下官的事情，怕是由不得仙师来管吧？放肆！公子息怒啊！非是下官不尽力，实在是这群马匪来去如风，我们根本追不上啊！大人不好了，隔壁的王家村也出事了，听见了没？都给老子打起精神，准备去下一个地方善后了。老师，住手！不要啊！看见没有？他要行凶！哈哈，他要当着扶苏公子的面刺杀朝廷命官！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此等罪行足够砍他100次脑袋了。你们在乎的是土豆，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去他的土豆！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这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啊！老师，今日之事，明日我自会去朝堂之上，向陛下一人请罪。等哥哥给你报了仇，再来接你。现在，此地所有人由我接管，目标王家村，出发！这他妈听谁的？造反吗？仁慈有什么用？退让换来了什么？难道都没听见吗？遵命。既然如此，那就让这把火烧得更烈一些吧。老师，我们一起。好。驾！士官兵怎么来得这么快？范勋不是说会拖住吗？计划有变，快撤！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想走？杀！跟上仙师，杀！抓活的，留活口！老师，老师，快爆炸！找马车来！立刻回咸阳宫。是。等等，听我说，手机还在我身上。范鑫和黑衣人的对话，所有的一切都录下来了。你留在这里，控制现场，保护活下来的村民当人证。我带活口回去见陛下。最关键的是，你要去控制住京师军，必须要快。背后之人能不能揪出来，大秦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了。你明白吗？我明白。我扶苏以性命担保会及时赶到，用最快的速度送仙师回宫面见陛下。张凡同志，你怎么样？发生了什么？首长，我杀了咸阳卫范勋，现在我要回皇宫去请罪。杀了朝廷命官，这是无可辩驳的死罪啊！土豆试点被屠，黑锅肯定要扣到他头上，满朝文武怎么交代？这是一个死局。张凡同志，你受伤了没有？没事，小伤。立刻传送急救包，快！首长，我有一个计划，我需要国家再传送一个东西过来，一个能让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东西。我要一个大型高清投影仪。好，张凡同志，放手去做，国家全力支持你。把库存里最大、最亮、最高清的投影仪给他送过去。视人命为草芥，那就让我见你们这些权贵一脸血！好一个世家门阀，好一个六国救族，好一个张凡小子，真不稳重！公然杀害朝廷命官，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朕也保不住你。最坏的结果，
只能让你假死脱身。传朕旨意，即刻起封锁咸阳4门，没有虎符，任何人不得进出。调北军大营3万锐士进驻咸阳，全城戒严。召集所有在京官员，即刻上朝。朕倒要看看今天有多少牛鬼蛇神自己跳来。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陛下，臣听闻昨夜土豆试点村落惨遭屠戮，血流成河，惨绝人寰啊！如今咸阳流言四起，皆言土豆乃天降不祥之物，触怒上天方降灾祸，民心惶惶，国本动摇。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个妖人张凡，是他妖言惑众，强行推广不祥之物，引来天谴。臣立谢恳请陛下立刻将此列捉拿归案，明正征刑，以谢天下。请陛下诛杀张凡，请陛下为大秦除此妖孽。冯大人，此言差矣。敢问冯大人，土豆乃祥瑞还是不祥，尚无定数。但那2个村子被屠是何人所为？据我所知，是马匪。马匪？冯大人真是好快的消息，官府的勘察文书还未出来，您就知道是马匪了。退一万步讲，就算是马匪所为，那也是地方治安不力，畏畏失职，此事与先师何干？难道那马匪还是先师招来的不成？这若非张凡强推此物，怎会引来天怒人怨？所谓马匪，我看不过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根源就在张凡身上，他不死，天谴不止。说得好，说得真好啊！既然你们都说是天谴，都说根源在张凡身上，那朕今日便给你们一个交代。来人，传张凡上殿。成了，陛下这是要问罪了。等会儿老夫定要痛陈厉害，将张凡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他疯了吗？带刀上殿，还拖着一具尸体，那是范勋的尸体，他竟杀了朝廷命官。张凡，你好大的胆子，带刀上殿，残杀朝臣，你这是要造反吗？来人啊，护驾，快将此孽拿下！臣张凡有罪，但臣今日上殿，非为请罪，而是请陛下杀奸人，判公明。何来奸人？此人便是奸人之一，咸阳尉范勋。他奉某些人之命，假扮马匪，屠戮土豆试点村落，2个村子314口人，无一生还。臣赶到之时，只看到满地尸骸，血流成河，一个年仅6岁的女童衣不蔽体死在我的怀里。他临死前问我，为什么要打他？他们只是想吃饱饭啊！陛下，臣斗胆，请问陛下，我大秦的子民何罪之有？他们只是想活下去，只是想种那能亩产1000斤的土豆，吃上一口饱饭。他们犯了什么错，要遭受如此惨无人劳的屠戮？平民百姓的命是命吗？无足轻重而已。臣知道当众格杀命官是死罪，但臣不悔，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是人，是畜生。他们为了自己那点可笑的利益，便视人命如草芥，便能做出屠村这等丧心病狂之事。臣死谏在咸阳社堂公开处刑，将所有幕后黑手连根拔起，杀无赦。一旦公开审理，万一真的牵扯出什么，那我们这些人岂不是要被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扒皮抽筋？不行，绝对不行！陛下，万万不可！此等血腥之事，若公之于众，恐有伤国体，动摇民心啊！公开处刑，那岂不是朕都没办法留情了？一切都放在明处。张凡这小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准了，就在咸阳设公堂，朕不仅要审，还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睁大眼睛，好好看看，看看何为忠，何为奸。看看是谁在想着大秦的俸禄，却挖着大秦的根基；看看是谁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屠村灭户、猪狗不如的勾当。疯了，在咸阳城公开审理，这是要将一切摆在台面上，这是要掀桌子了。想用攻陷定我们的罪，那也要铁证。那3个活口不过是区区马匪，根本不知道是我在背后操作。至于范勋，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反倒是张凡当众格杀命官，这才是铁证如山的死罪。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这不是审判，这是清洗，要借着土豆案清洗整个大秦朝堂。引爆这一切的，正是这个年轻人。此人是真正的国士，有胆。张凡，你当众格杀朝廷命官，罪证确凿。本官倒要看看，今日在这天下百姓面前，你要如何为自己洗脱罪名？什么？先师大人杀了官，那可是死罪啊！连先师都惹上杀身之祸了。安静！冯大人此言差矣。
范勋是否勾结马匪还不可知。若此事为真，那张凡也算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李斯大人，我大秦以法治国，秦律哪一条写了可以凭个人好恶随意格杀朝廷命官？范勋有罪，自有廷尉府审理。他张凡算什么东西？敢私设公堂，当街行凶，人证在此，这就是无可辩驳的铁证。没错，杀官就是死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张凡凭什么例外？诛杀张凡！是啊，在冰冷的秦律面前，任何辩护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杀官就是死罪。哈哈哈哈哈！陛下，臣认罪。什么？我没听错吧？认罪了？那个能让我们吃饱饭的仙师是个杀人犯？他这是在做什么了？他一定是疯了！这一认罪就再无回旋余地，神仙也救不了他了！哈哈哈哈！你自己都认了，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此局已定。我认罪。认罪？这小子疯了吗？朕为你铺开这咸阳公审的大局，不惜调动3万锐士撑腰，你却当众认罪。不对，这小子心思缜密，绝非寻死之辈。他如此行事，必然有其深意。可在这铁证如山的死局下，他还能如何翻盘？臣虽认杀人之罪，但请陛下准许臣在伏法之前呈上一物，让天下人看看臣为何要杀人。准。来人，把东西给陛下和天下百姓抬上来。哼，装神弄鬼，到了这必死之敌，还想用戏法混淆耳目吗？田尉，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冯大人放心，我找了有名的巫师，只要时机一到，他便会做法让这台上的土豆当众流出毒血。届时任他张凡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翻身。很好。那是什么？发光了！那铁盒子发光了！天啊，这是什么手段？是妖术，它能把发生过的事情变出来。不，这是神迹，是仙法！仙师大人在为我们展示真相。为什么要打我？我们只是想吃饱饭。如果躺在那里的是朕的女儿，如果问出这句话的是朕的骨肉，畜生！简直是畜生啊！他们只是只想吃饭，他们有什么错？让他们血债血偿！他怎么会有这种手段？这到底是什么妖法？听见了没？都给老子打起精神，准备去下一个地方善后了。范勋是咸阳卫范勋，看看，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官。王家村300多口人，他竟然说得如此轻松！畜生，他连人都不配做！发生这么大事，这狗官竟然不去营救！好一个咸阳卫，好一个大秦的命官，冷血歹毒，视民如牲畜。该死的范勋，他不是说会拖住追兵吗？他这是要干什么？什么？范勋和这些杀人凶手是一伙的，拖住追兵，他就是屠村的元凶之一。狗官，把范勋这个畜生碎尸万段！怎么可能？完了！本以为死无对证，却万万没想到，他用这种妖法，让范勋的罪证无可辩驳。臣有罪，此罪在违大秦律法，在无陛下圣裁而擅杀朝臣。但范心，臣杀的不冤。此等猪狗不如之辈，识大秦俸禄却为豺狼走狗，视人命如草芥，视国法如无物。若时光倒流，臣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他疯了吗？非但不求饶，还说要杀得更狠。嘎得好！杀得好！老天终于开眼了！仙师无罪，仙师杀的是祸国殃民的畜生，
这不叫犯法，这叫天行道。先师大人若是因此获罪，我老婆子第一个不答应，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为先师鸣冤。陛下竟然公然支持一个臣子去杀死另一个臣子，律法呢？大秦的铁律呢？完了，在民心所向面前，所谓的规矩律法连个屁都不是。我设想过他会狡辩，会求饶，但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被民心掀翻。张凡，他根本就没想跟我玩什么大秦律法，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凌驾于律法之上的对我们所有人的终极审判。陛下万岁！大秦万岁！陛下万岁！很好，黑衣人尽数落网，京师军已经控制了。别杀我！先师饶命！我们全招是范寻让我们干的。他说事成之后把罪名推给马匪，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奉命行事？那300多条命，那些老人，那些孩子，他们就该死吗？我错了，先师，我错了，我们真的知错了，求您饶我们一条狗命吧！知错了？不，你们不是知错了，你们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疯子！这个张凡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好大的胆子，好重的杀性！朕还未下令，你竟敢当着朕的面直接行刑！好小子，做得不错，这股杀伐果断的狠力，才配做朕的太傅。血债血偿，血债血偿！对付这群畜生，讲什么王法？范寻勾结匪土，罪该万死。张凡为民除害固然有功，但是功是功，过是过。民间近来有传言，都说先师所献之土豆乃是不祥之物啊。冯远，土豆乃高产祥瑞，朕亲眼所见。你一句民间传言，空口无凭就想构陷祥瑞吗？臣不敢，只是此事关乎社稷，不可不查啊。草民可以作证。陛下呀，冯大人所言句句属实，那土豆确实是不祥之物啊！草民乃邻村王二，那日听闻先师献上祥瑞，一时鬼迷心窍，夜里偷偷去地里挖了一个土豆回家，谁曾想就因为这一个土豆，灾祸就来了。当天夜里，我家里养的10几只鸡鸭，全都口吐白沫，死得一干二净。我那刚满月、白白胖胖的孙子，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抽搐，差点就没气儿了呀！我请了郎中、巫祖，都说没用。最后云游方士说，是我带回了不祥之物，触怒了土里的鬼神，才降下灾祸。陛下，这土豆根本就是吸人精血的邪物啊！真的假的？土豆会招来灾祸？妖物乱世，还不现形！天灵灵，地灵灵，妖物乱世，血光之灾。若为祥瑞，金光普照；若为妖邪，血泪自流。急急如律令！流血了，土豆流血了！真的是妖物，真的是妖物啊！我赢了，杀人还要诛心。你张凡的妖术能变出光影又如何？在天意面前，在鬼神之说面前，都不值一提。这才是真正能杀死你的终极武器。陛下，事实具在眼前，天意已经示警，此物乃大凶之兆啊！臣恳请陛下顺应天意，即刻焚毁妖物，诛杀妖人，以安天下民心，以慰鬼神之怒啊！请陛下顺应天意，焚毁妖物，诛杀妖人。烧了他！快烧了他！诛杀妖人！朕知道这是圈套，是一个针对张凡、针对朕的阳谋。可是，朕能如何？朕可以不信鬼神，但朕不能不顾及着天下万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恐惧。面对着滔天民意，即便是朕，也被死死逼入了绝境。来人，取一盆草木灰碱水，一盆姜黄水，一张白纸来。妖人，休要再故弄玄虚！天意已现，你还想蛊惑圣听吗？跟你学呀，也来做做法，你怕什么？哼！看好了。
快看，显字了，显出血字了，跟刚才那个巫师的法术一模一样啊！为什么仙师也会？难道那个巫师是骗子？我们被骗了！不可能，这是方氏不传之秘，他怎么会？我精心编织的天罗地网，竟在这一瞬间被张凡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硬生生撕了个粉碎。哈哈哈哈！好一个张凡，用魔法打败魔法，朕没有信错你。看到了吗？用你们的眼睛好好看清楚，你们所谓的天意妖物显形，在我看来不过是上不得台面的江湖骗术，而这种骗术我也能做到。现在我倒想问问你们，他的法术说土豆是妖物，我的法术说他们是国贼，同样法术出同样的结果，你们告诉我，到底该信谁？是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巫师，还是信我这个为你们讨还公道的人？是信一个能让你们饿肚子的所谓市井，还是信一个能让你们所有人吃饱饭的祥瑞？那么到底谁才是妖人，谁才是不祥？对呀，这法术俩人都会，凭什么信那个巫师的？仙师可是为了王家村300多口人命报仇的。他娘的，那土豆要是妖物，仙师干嘛还费劲献上来给我们吃饱饭？那个老头还有那个巫师，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在骗我们，我们信仙师。土豆是祥瑞，能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饿肚子，但现在有人想要毁了他，要阻止你们吃饱饭，你们要怎么做？砍了他！砍了他！砍了他！杀了这个国贼！谁敢不让我们吃饱饭，我们就让他吃不上饭！烧死骗子！诛杀国贼！城外南军大营听令，陛下被妖人张凡蛊惑，朝纲败坏，速速进城，清君侧，救驾来迟者满门抄斩！谋反！还要谋反！天啊！军队要进城了，快跑啊！张凡、嬴政，你们赢了民心又如何？在绝对的兵权面前，一切都是虚晃。北军、西军听令，南军统帅冯远勾结国贼，伪造兵符，意图谋反，即刻起关闭城门，西军出城平叛，但有反抗者，格杀勿论。扶苏，那个以仁德著称的大公子，是什么时候将2大军营的兵权悄无声息握在手中的？好一个扶苏，好一个朕的儿子，仁德为表，霸道为骨，这才配做大秦的储君。呼风号角如同催命符咒，南军叛乱的鼓声在结队没优势和黄泉正统面前被迅速碾碎。哈哈哈哈！嬴政，你以为你赢了吗？你这个暴君，你杀尽6国贵族，天下早已怨声载道。我冯氏不过是先行者，我在地狱里等着你。还朕旨意，飞兵台停岁府3军将士听令，凡涉此案者，无论官居何位，无论宗族大小，一律给朕杀。凡6国旧族胆敢非议朝政、私藏兵甲者，朕要用他们的血告诉天下人，藏于9州之地3尺，碎尸万段。甜甜，哥哥给你报仇了，报仇。老师，快传太医！怎么样了？联系上没有？报告局长，不行，信号完全中断。局长，快看，秦史的记录变了。成功了，张凡同志活下来了！死局，这个必死的局真的被他盘活了，太他妈牛逼了！局长，奇迹出现审计了！什么奇迹？就在刚才，我国全体公民人均寿命凭空增加了5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5年，5年啊！这已经不是科学，这是审计。怎么回事？说清楚！根据超算模型推演，是因为历史改变了，土豆在大秦顺利推广，从根源上解决了华夏民族的温饱，充足的粮食让先辈代代体质增强，经过2000多年的累积放大，最终反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的细胞端粒长度和分裂上限都出现了显著跨越。同志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在开创又一个全新的未来，为了复兴，为了复兴。等等，这里还有一句。什么？跟始皇帝最宠爱的女儿结仇？张凡同志到底干了什么？快，立刻24小时不间断呼叫，必须确保他醒来第一时间接到电话。准备后事吧，器官全面衰竭，最多还有1个小时。爷爷，这不可能！闺女别哭了，我怎么感觉浑身都是劲儿，
比去年还带劲儿。各位，就在刚才，经过多部门确认，我国全体公民的平均身体机能出现了颠覆性的良性增长。根据最新数据模型，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88岁。浑身上下没一处好肉了。现在宫里的太监都长这么帅了吗？你醒了。完了，刚才胡乱点开这仙器，里面竟然全是他的画像，关不掉，这该如何是好？是谁？竟敢偷我的手机？赶快还给我！我没有。那仙器在陛下那里。对，在陛下那里。还陛下那里？演的挺像啊。我再问一遍，给不给？不给可别怪我不客气了。父。好。你大胆！拿来吧你！你是女的？你混蛋！有病！我操！3000多个未接，出大事了！感情那姑娘偷手机是在看我的照片？张凡，是我。你醒来后是不是见到了一个女人？啊？首长你怎么知道？你第一句话就问这个？你和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气死我了！我把她当成小偷给扑倒了，然后不小心碰到，结果她抽了我一耳光，骂我是混蛋，然后跑了。明白了。不是，首长，你们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我们一直在监控秦使，在你失联期间，你成功了，不仅保住了命，还让我国人均寿命飙升了5年。你是华夏的英雄。但是史书又变了，多出了一行小字：张凡醒后于病榻前对始皇迎阴密，言语不敬，二人结下大仇。始皇之女，我把她当成太监，还行为不妥，这哪是言语不敬，这是耍流氓啊！在古代这不得被千刀万剐？张凡同志，刚才抽你耳光的女人是始皇帝最宠爱的女儿，史书只写了言语不敬，但根据你的描述，事情显然严重得多。妈的，老子辛辛苦苦给全国人民续了5年的命，结果就因为对公主言语不敬，也再来，自己就要没了，这死的也太冤了。冷静，事情还没到最坏那一步。在你回电话前，我们已经动用超算大模型，结合国内最顶尖心理学专家，对迎阴末进行了紧急推演。这也能推演？能。分析结果，迎阴魂有84%的概率不会将你对他言语不敬的事全部说出去。为什么？因为史书，如果他告诉始皇真相，史书写的就不是言语不敬，而是猥亵公主，那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古代女子名节比天大，她把事情闹大，对自己没好处。那我总得付出点代价吧，毕竟带着扶苏兵变，总不能真饶了我。没错，始皇帝大概率会贬你的官职，堵住悠悠众口，但这恰恰是你的机会。你可以借此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格物的机构——格物院，把土豆推广和新技术研发全部抓在手里。记住，让百姓吃饱穿暖，获得民心，这比任何官职都重要。对，当官有什么意思？攀科技树才是王道。我明白了。臣参见陛下。刚把人家最宝贝的女儿给得罪了，现在正主就找上门了，尴尬的想死啊！都退下。是。这次你干得不错，清除了6国余孽，让土豆推广再无阻碍。就是这
擅杀朝廷命官，还带着扶苏行谋逆之事，你作何解释啊？陛下，臣当时一心只为推广土豆，并未想那么多。太子殿下他也是为了大秦江山。这小子前几天在法场上杀伐果断、嚣张跋扈的劲儿去哪儿了？怎么现在怂成这样？哼，贬官，朕看你就是太招摇了，以后给朕低调点儿。功过相抵，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的上卿之位，朕收回了。后续你有什么计划？来了，749局的剧本起作用了。陛下，臣想设立一个格物院。哦，这个格物院不入朝堂，不理政事，专门研究土豆这类的祥瑞仙物，改良农具，提升产量，让大秦百姓人人都能吃饱饭，甚至为我大秦锻造出更锋利的兵器，更坚固的甲胄。格物院提升产量，人人吃饱饭，更锋利的兵器，更坚固的甲胄。这不是一个计划，这是能让大秦江山万世永固的千秋霸业。好一个格物院！张凡，你可知这几句话与我大秦意味着什么？朕准了，朕全力支持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地给地，整个少苦将作剑全归你调遣，你放手去做。成了，这待遇比当上卿爽10000倍。制约：大秦出力百业待兴，特设立格物院，任命张凡为格物院院长。钦此。格物院什么鬼东西？让一个刚犯了谋逆大罪的家伙去当院长，陛下怎么想的？切，一个闲职而已，捣鼓农具的泥腿子衙门，只要不抢我们的饭碗，管他呢！混蛋，流氓，登徒子，臭不要脸！皇妹，你在这里做什么？皇兄，我没什么，就是随便看看。皇妹怎么会在这里？还这副又羞又气的样子，奇了怪了。这惬意的模样，哪像是在办差，分明就是在享乐啊！老师，听说陛下设立了格物院，我特意过来看看。哦，来了啊！去，给太子殿下也搬张摇椅过来。来，坐，一起晒晒太阳，舒服。老师，这格物院到底是要格什么物？喏，那不就是了？老师，这是我们大秦的未来。看到这些地方了吗？这里有煤炭，这里有铁矿。扶苏，我知道我大秦江作贤能锻造出锋利无比的百丈钢兵器，对吗？没错，我大秦工匠既以天下第一。哼，但那又如何？锻造一把百桩钢剑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多少时日？我大秦雄军100万，又有多少人能用得上这种神兵利器？1000人还是1万人？剩下的99万人，难道拿着破铜烂铁去跟匈奴拼命吗？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叫做高炉炼钢的技术，我们就不再是一锤一锤的去敲，而是像炼铜一样，让铁水滚滚而出。这不是锻造，这是生产，是海量的生产。我们能炼出的钢铁远超青铜，甚至比百炼钢更加优越。比青铜更坚硬的武器，高炉炼钢。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小小的格物院里藏着的将是足以颠覆整个天下的恐怖力量。